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婆婆上城里儿子家过春节，谁知儿媳居然说：“住我的房可以，先交钱，我要离婚。”女人怒不可遏地指着男人的鼻子说：“你对得起我吗？”男人一脸羞愧，甚至不敢抬头看妻子。老婆，你听我解释。我不听，我要离婚，明天就去领离婚证。女人有一个很浪漫的名字，叫做冯程程，但她老公不叫许文强，叫黎亚轩。冯程程之所以嫁给黎亚轩，是因为一场求婚仪式。没错，冯程程是一个很浪漫的人，她不仅有女子的聪明与美丽，同时还有一个独特的追求——仪式感。虽然不少女孩都有仪式感的追求，但几乎没有任何女人会因为仪式感嫁给一个男人。婚后多年，冯程程曾无比庆幸，还好黎亚轩是个好人。她在还没有完全了解黎亚轩的时候，决定嫁给他。这一决定实在太冲动，也太惊险了。不过，冯程程的婚姻也并非一路坦途，甚至可以说有太多意想不到的糟心事。第一件糟心事就是她的怀孕。按理说，怀孕不是一件应该值得高兴的事吗？生下一个开心果，不是应该让家庭幸福更快乐吗？冯程程其实也愿意，但她没打算在26岁前生孩子啊。这个计划之外的孩子完全打乱了她的节奏，让之后的事情变成一团乱麻。最先影响的就是她的工作，好不容易在岗位上辛辛苦苦打拼了2年，正要升职呢，孩子来了。冯程程起先是打算隐瞒的，至少瞒到升职再说。但老公劝她：“你也瞒不了多久，还不如承认，免得老板知道你骗他，到时候更生气。”后来冯程程回忆起这句话，深深感觉到老公的老谋深算。要不是他，自己早就升职为管理层了，也不会天天在家带孩子，惨兮兮地熬成了黄脸婆。而老公可爽了，每月只需要上交工资，就能收获到一个贤惠的老婆和一个白嫩可爱的女儿。怀过孕的人都知道，孕期是一件很头疼的事。有些女人比较幸运，反应不大，但有些女人就比较惨了。就比如冯程程，妊娠反应特别剧烈，每天呕吐，每天头晕眼花的。老板见她实在工作不了，就给她办了长期停职，等她什么时候完事，而什么时候再上班。冯程程走的时候，同事们还羡慕呢，说她能在家好好养胎，享受别人的伺候了。但事实恰恰相反，尤其是一个人的到来，那就是久不露面的婆婆。婆婆退休后的日常就是和姐妹们到处旅游，拍拍美照。现在知道自己快要抱孙子了，她便特别殷勤地来了。冯程程热情欢迎婆婆的到来，谁知婆婆的第一句话是：“你辞职了。”冯程程听出了婆婆的一丝嫌弃，连忙说：“没呀，我只是停职留薪，没薪水，我这是私企。”冯程程心里苦涩，能不上班还拿薪水的，应该只有公立老师们了。有免费的寒暑假玩，同时还能拿钱。婆婆毕竟是婆婆，人家有退休工资，当然敢明目张胆地嫌弃冯程程了。你这不上班，就在家天天躺着，全靠我儿子养着你。冯程程心里说，这不理所应当，他都给黎亚轩生孩子了，他养老婆和孩子不是天经地义的吗？但冯程程嘴上特谦虚，妈，我自己有存款，可以自己养自己。谁知婆婆接下来的话差点颠覆了她的三观。妈有一个朋友，他儿子和儿媳感情特别好。是吗？你知道他们为什么那么好吗？为啥？因为他们有自己独特的相处之道。我建议你和黎亚轩也可以试试。
冯程程突然有了一丝不好的预感，因为婆婆这会儿笑得极为和蔼。他们经营婚姻的方式就是A制，在经济上平等，人格上才能平等。冯程程的脸黑了，我这儿正给你儿子怀孩子呢，你居然要让我们分割财产？婆婆长篇大论，程程啊，妈这人特别开明，所以非常支持你们 AA。等黎亚轩回来，我就跟他说，这也是为了让你们的婚姻更幸福。屁！冯程程憋气，扭身进了卧室，懒得搭理他。她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老公身上，希望他能站在自己的战线上。结果老公的话把冯程程气得差点离家出走。行啊，妈，你说的还挺有道理，好儿子。婆婆心满意足，扭头对冯程程说，从今晚就开始吧。程程啊，你刚点了一份45的外卖，这钱你就自己出，别让黎亚轩付了。冯程程咬牙点头，转而瞪着黎亚轩。黎亚轩低着头，没敢吭声。回到卧室，冯程程骂他：黎亚轩呐，黎亚轩，我到今天才发现啥？发现你有妈宝男的气质。黎亚轩不服气：你怎么骂人啊？谁骂你了？我不过是陈述一个事实，就为这么一件小事，至于上升到人格品质吗？你自己扪心自问，谁家夫妻是我妈朋友的儿子啊？你还有理了你？存在即合理啊，咱们试试也未尝不可，没准以后咱的感情还能更好。好个屁！别说脏话，脏个屁！冯程程，你别带坏了我闺女。谁说一定就是闺女？你妈还等着抱孙子呢。我妈是我妈，我是我，总之我就是要闺女。你妈说的时候，你咋不说这句话？黎亚轩，你心眼可真多，对你有利的事你就装傻，吃亏的时候你可能了。嘿嘿，趋利避害，那不是人的本性吗？行了行了，早点睡吧。睡个屁！冯程程黑着脸，我气得睡不着，你今晚也别想睡了。冯程程被激怒了，黎亚轩母子实在欺人太甚。第二天上午，他直接给黎亚轩转账2万。黎亚轩有点懵，趁工作间隙给媳妇回了个电话：干嘛给我钱？冯程程冷哼一声：我接下来1个月的生活费，平时都是黎亚轩买着买呢，既然要那就当合租室友吧。他出钱，黎亚轩出力。黎亚轩有点心虚，老婆1个月花不了这么多钱。冯程程提高嗓门：给你就使劲花，还有我肚子里的孩子呢，他不花。小样，现在老娘花出去的钱以后他要加倍讨回来。带着一种战斗心态，冯程程亢奋地度过了后半程孕期，然后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女儿。育婴室，婆婆瞥了眼孙女，然后阴阳怪气地说：这孩子挺黑的。冯程程忍着气，虚伪地笑笑：那不您儿子黑吗？我和我爸我妈全家都白，只能说您儿子基因太强大了。婆婆没话说了。冯程程坐月子那段时间简直比怀孕还难受，婆婆嫌累早就溜了，只有黎亚轩在旁边照顾。半夜醒来，看见黎亚轩忍着困意给闺女喂奶粉，冯程程有点感动，这人还算是个好爸爸，所以她决定原谅他这个妈宝男。然而俗话说得好，记吃不记打。冯程程隔2天就被打脸了。这天冯程程好不容易洗了个澡，浑身清爽。黎亚轩来到卧室，朝他伸出一只拳头。冯程程只见摊开的拳头是一张账单，里面包括给闺女买的婴儿车、奶粉、纸尿裤等一系列母婴用品。这是什么账单啊？冯程程明白了，他上个月生孩子呢，没来得及给他赚生活费，现在黎亚轩来要账了。冯程程气得牙疼，指着黎亚轩的鼻子说：你好样的，你怎么又骂人了？
我闺女旁边听着呢。听个屁！你别生气啊，这不之前早就说好的吗？行，黎亚轩你有种！冯程程气得直接转给他1万块。这大半年来，每个月都转账，冯程程的存款几乎被掏空了。收到钱后，黎亚轩的脸孔特别无耻，殷勤地给冯程程倒泡脚水，还给他煮热牛奶。冯程程没喝，他决定和黎亚轩冷战。但冷战没几天，婆婆就来了。那天，冯程程正抱着女儿听儿歌呢，忽然听到了敲门声。她起身开门，然后就看见了婆婆，还有她身后的一大群人。冯程程，这些人包括黎亚轩的妹妹，一家3口，还有婆婆的一群老姐妹花。这次冯程程一点也不热情了，她很冷淡地向众人打了声招呼。婆婆笑眯眯的，这不快春节了吗？我包了点饺子给你们送来。亚轩呢？楼下买酱油。冯程程心里腹诽，送个饺子带这么大一群人，还不是为了看孙女？当初生出来嫌弃的不得了，现在孩子长白胖了就知道炫耀了。然而看完孩子，婆婆居然说：程程啊，家里不是还有2间空房吗？让亚轩他几个姨今晚住，让亚玲夫妻今晚住酒店。冯程程笑眯眯地答应了。好啊，婆婆正要夸她懂事，冯程程接下来的话却让大伙都瞪住了眼睛。住当然可以，不过要先交房租。婆婆还以为自己听错了。你说啥？冯程程解释说，妈你也知道，我和黎亚轩正恋爱呢，大家都是他那边的亲戚，所以按理说要给我付房租。婆婆脸黑了，其他人尴尬的没敢吭声。就在这时，姗姗来迟的黎亚轩拎着酱油回来了。得知冯程程刚才的话，他顿时一头冷汗，连忙打岔说：妈你别生气，程程他开玩笑呢，大姨、二姨、三姨、小姨，你们也别介意哈。程程他比较幽默，就爱开玩笑，所有人也呵呵笑起来，虽然笑得很勉强。如果老公不算无药可救，最好还是抢救一下吧，因为下一个可能更差劲。这天发生的事给黎亚轩留下了深刻印象，他再也不敢管冯程程要生活费了。但冯程程没打算放过他，阴阳怪气地问：怎么不收钱？那什么，我仔细想了想，也虽然好，但不怎么适合咱家，所以还是取消了吧。冯程程冷哼一声：你说取消就取消啊，我觉着挺好呢，再继续下去，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跟你离婚，然后抱着你的闺女嫁给别人了呢。黎亚轩脸黑了，但他完全不敢生气，反而特别谄媚地笑说：媳妇你就爱开玩笑，我知道你爱我，爱得不要不要的。呸，脸皮够厚的，脸皮不厚能追上你？我媳妇好着呢，人又美又善良，以后我闺女肯定和她妈一样。冯程程不生气了，因为第2天他就收到了黎亚轩的转账。这笔钱不仅包括之前给他给的所有生活费，还有黎亚轩主动孝敬的2万块。黎亚轩在短信里说：谢谢你媳妇，我爱你。冯程程笑骂：小样，你个妈宝男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